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标题：欧洲最美火车站。其中出现率比较高的有2座，一个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火车站，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米兰火车站。那大家还有没有看过另一个标题：欧洲用庚子赔款建的2座火车站？大部分的内容也是这2座。那么这2座火车站到底什么样子？整个过程到底怎么回事？今天咱们就去看一下这2座火车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用庚子赔款所建。网上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从查阅的资料来看，没有具体的资料显示资金的来源，但是整个过程有一部分时间是重合的。如果有其他的方式，咱们也无从知晓。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笔钱都放在一个统一的库里面，用的时候就直接拨款。简要说一下庚子赔款，之前上学的时候教科书里都提到过，当年8国联军入侵，实际上按照最后那个辛丑条约应该是11国联军。条约里面规定了赔款，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庚子年，所以就叫做庚子赔款。那赔多少？这11国代表要求当时的清政府让国民每人赔1两，一共是4亿5千万两，作为该国出兵征战的损失，分39年还清，当然还有利息啊，总共加起来一共是9亿8千多万两。不过有人算了一下，总共满打满算，他们的成本2亿多两。庚子赔款有一部分是退还的，但是更加精确的应该是专款专用，相当于把这笔钱以归还的名义进行投资，比方说创办学校。这种方式确实帮助了一部分人看看当时的世界发展成什么样子了。不过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当时民国重阳的公知特别多，而且媚外的观点非常夸张。那么退还到底退了多少呢？因为后来的时间，一战加上俄国的10月革命等等原因，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并没有全额赔款，一共是赔了 6.52 亿海关两，退还的是 0.76 亿。现在来具体看一下这2个火车站。先来看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火车站。庚子赔款是从1902年开始，陆陆续续赔了30多年。而这个安特卫普火车站建造时间是1895年到1905年之间，当时比利时好像就派了没几名士兵吧，也获得了赔偿。这个火车站第一眼看过去就是大，如果不是地图上显示为火车站，你可能认为它是一个大的教堂，有一个很大的圆顶，装修也非常精美。车站的正前方是一个大的游乐场，旁边还有一个摩天轮。最早在这里的列车都是终点站，后来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个车站有点跟不上发展了，然后又进行了更新改建，有几条线变成了中转线，地底下也新增了很多条铁轨。所以现在到火车站内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火车站其实不大，站台就几个，但是它很深，底下还有几条轨道。这个站台的中间有一个雕塑，它像一只手，也像一只和平鸽。这个是由比利时的华人雕塑家严淑芬创作的和平之手，象征和平友谊。这个火车站大家都会去拍照打卡的地方，就是那个非常富丽堂皇的大厅。这个大厅的装饰完全不像传统印象中的火车站，空间上来说相对单一，但是这个大厅确实像欧洲精美的教堂一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铁路大教堂。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另一个风格的火车站，意大利的米兰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的规模相对而言更大，前面的大厅也更加复杂。从有建这个火车站的想法到建完，是在1906到1931年之间。原先这里还有一个中央火车站，要追溯到19世纪，然后随着工业大发展，慢慢就跟不上这个交通流量了。所以在1906年的时候，米兰的相关部门就萌生了一个新建一座火车站的想法，然后就举办了一个设计竞赛，但最后这个竞赛还是不了了之。
到6年之后的1912年，老火车站实在是跟不上了，于是再次宣布了一个建筑竞赛，挺好，挺顺利，方案也确定了。但是呢，一战来了，所有工程被迫中断。战争结束之后，各部门也大力支持，最终这个车站在1931年建成，在当时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车站。但这个车站运行10几年之后，二战来了。等到二战结束，现代主义建筑开始占据主导。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米兰这个才运行10几年的车站一下子落伍了。当时的意大利比较有标志性的，比如罗马的特米尼车站、佛罗伦萨的新圣母玛利亚车站，都是现代主义建筑，而且非常的高效。相比来说，米兰就有点臃肿，而且这个立面也已经不符合时代了。后来算是小修小补，在大厅里装了一些自动扶梯。到1953年的时候，又举办了一次建筑竞赛，对大楼进行彻底的改造。而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是经过了2005年到2010年之间的改造和翻新，里面多了很多新的标志，还有一些商业店铺等等。米兰这个火车站相比前面的火车站而言，确实是大。之前安特卫普火车站像个教堂，那米兰这个火车站就像个宫殿了，里面各种柱子、大厅、壁画，该有的都有。还有美食广场。这两个车站确实非常漂亮，富丽堂皇，应该说在我们看来非常有欧洲特色，但是倒也不至于说那么夸张，这是在那段时期比较豪华的建筑。也有当地人对这两座建筑批评的声音，比如安特卫普火车站太浪费，米兰火车站的造型跟不上时代。现在这两座火车站吸引人的也不是因为火车站本身关于交通流线的一些乘车体验，更多的是城市景点地标、建筑的历史故事以及建筑本身的华丽程度。至于这两座火车站和庚子赔款有没有关系，时间上是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能证明有关系的资料。在找资料的同时，又重温了那段历史。历史当然不是用来仇恨的，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吸取。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